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月音。他走了2个月，但故事还没有结束，甚至才正要开始。印度的纳迪叶学权威李静维最近丢下了一句让整个华语圈炸开的话：2026年的春季，命运会把公道还回去。他指的就是于朦胧。你没有听错，在所有真相仍被压着，所有的证据像被时间封存的此刻，居然有占星师公开说，明年的春天，这桩案件可能会迎来反转时刻，而且不只是反转，还可能牵动整个娱乐圈的大清洗。更离奇的是，另一位印度的灵媒尼基杜塔也在不同节目里同时段预言，2026会成为全球性的真相之年，被隐瞒的事会像被掀开的盖子，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。2个不同的来源、不同系统的预言，竟然全都指向同一年、同一个时间点。这是巧合，还是另一种警告呢？更敏感的是，最近全球星象进入天蝎临界期，水逆和火星、太阳坠入天蝎，月亮与群星同宫，形成极强的秘密、高压与清算的能量场。情绪在烧，权力在颤，所有被压着的真相都在逼近临界点。这些迹象不只反映在政治圈，也不只反映在娱乐圈，甚至连于朦胧案的舆论都在逆袭升温。录音外流，定位争议，素人北上，平台封杀，但是越封越烧。如果2026真的是命运反扑的时间刻度，那么于朦胧会是第一道裂痕，还是整个旧秩序崩塌的起点呢？今天我们来谈谈这场2026真相风暴的开始。一段被迷雾包裹的真相，静静地锁在时间之门的后方，等待被世人看见。印度纳迪叶学权威李静维透露，或许在2026年的春季，命运将会还给于朦胧一个公道。到时候，娱乐圈也或将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洗。李静维认为，近期一股天蝎复仇的能量显得格外的强烈。于朦胧事件仍在延烧，娱乐圈的阴影层层剥落，同时政治领域也悄然翻涌。但真正的转折点将落在2026年的春季，那将会是命运反扑的关键时刻。真相不再被压制，而是被重新推回到大众的眼前。封尘已久的公道也会在时间成熟之际，终将回到该回去的人身上。旧秩序不再稳固，过去被深埋的隐秘故事像被风吹开的幕布，一段段重新暴露在光线之下。那些躲藏在阴影里的人将不得不面对那些他们试图逃离的过去，不得不迎接他们长期回避的清算。李静维强调，11月10号水星开始在天蝎座逆行，直到11月13号清晨7点15分，逆行的水星与火星精准合相，那股紧绷的对立能量将世界推入情绪与权力的临界点。由于天蝎座主宰秘密与欲望，当代表思想的水星与代表行动的火星在此合相，所有压抑的情绪都会被点燃，人际间的沟通变得尖锐难解，争辩与冲突如火星碰撞，稍有不慎便擦枪走火，整个的世界都进入谁都不想让步的临界点。11月17号，太阳正式离开落线的天秤，进入强势的天蝎，领袖、权威、政治人物的能量被推向了极端，更强势、更决断，也更容易引爆民怨。太阳象征权威与意志，当它坠入天蝎这片深不可测的水，那份光明不再温暖，进而成为炙热的逼视。它逼人诚实，逼人面对，也让所有隐藏在阴影下的权力与欲望无所遁形。11月20号前后，太阳、月亮、火星与逆行的水星同宫于天蝎，构成了11月最关键的能量临界点。此时的星象如同一个高压锅，火星点燃激情，水逆搅乱理智，太阳象征权力的对抗，而月亮则带来群众的情绪波动。
当这4股力量同时在天蝎聚合，象征世界即将进入集体觉醒与集体对抗的状态。这股能量同时也能触发双鱼座的土星，形成深层的压力与业力共振。火星的烈焰让人群不再沉默，真相成为集体的呐喊。无论是社会运动、言论对抗或暗流中的反抗力量，都将在全球此起彼落。而11月26号，金星离开美好的天秤，坠入深沉的天蝎。当太阳、火星与金星三者同宫，爱与欲俨然成为人类最深重的课题。权力、金钱、欲望、毁灭，最终交汇成一场赤裸裸的人性试炼。这将会是全年度最强烈的爱恨能量场。金星在天蝎一点也不浪漫，反倒是诱惑与真相的撕扯。无论是情色交易、金钱丑闻、权势纠缠、复仇追杀，都可能在此时浮出台面。全球娱乐圈与政商界的潜规则将被揭穿，越来越多的明星人设崩塌，甚至会消失在幕前。李静维的这些预言并非空穴来风，他首创将印度吠陀占星、中国紫微斗数和西洋塔罗占卜东西方三者合一，以跨文化、跨系统的方式推演命理。李静维也被认为是印度纳迪叶学的权威，备受关注。纳迪叶学是源自古印度的神秘占星传统，相传过去的圣贤以神通预见众生命运，并将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刻写在棕榈叶上，形成一套跨越千年的命运图书馆。据说，只要天时地利机缘成熟，属于某个人的命业就会被引导到某个占星师的手中，就可以揭示出一个前世、今生乃至未来数十年的走向。这门学问融合了占星、预言和命定观，被不少人视为印度最神秘的智慧之一。而中国古代也一直对天文占星相当重视，认为天地之间包罗万象，讲究天人感应、天人合一。古人通过对天体的运转变化来了解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变化，并通过星象来推演未来事情的发展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，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你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。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伺服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伺服器，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了哪里。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，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，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，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适用，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链接购买。我们接下来讲另一位印度灵媒尼基杜塔的预测，2026或将是真相之年、光照之年。杜塔近期在一个灵性成长的访谈节目中表示，到了2026年、2027年，会有大规模的真相被揭露，过去被刻意隐瞒的事情将被照亮，再也藏不住了，很多的秘密会浮出水面。是的，人类一直以来，有些人面对真相，一直选择视而不见，认为我们根本不应该看到这些事情。但现在真相即将揭晓，因为人们正在觉醒，我们现在有权利看到真相。未来的能量会迫使人们看见自身与世界的真相。
从杜塔的预测再对照李静维的占星解读，两者之间似乎呈现着惊人的呼应。近来媒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在印证这一点。政治圈和娱乐圈常年隐藏的秘密，正像关不住的水一样开始渗出。名人与权力人物逐渐站到聚光灯下，被迫接受民众前所未有的审视。假如真有桩桩牵涉深广的重大丑闻在未来横空出世，所引发的震荡恐怕不仅停在舆论层面，而是一场足以动摇整个体系的地震。俗话说得好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倘若天道真在要求人类清算，那么没有人能置身事外，该面对的终究逃不掉。在这股天象大势之中，于朦胧的事件也许只是第一道裂痕，但愿在明年的春天，案件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，把尘封已久的公道摆到世人面前，真正的还给于朦胧。杜塔在节目中还表示，从2026年到2032年，接下来的7年将是人类集体意识的重要转折期，全人类的意识需要进行一场大扫除。这段时间世界会比较沉重，人类会相当艰难，但这不是世界要毁灭，也不是在制造恐慌，而是人类需要被唤醒。为了人类更高的利益，世界必须经历一场大搅动，让那些还在沉睡的人们能够真正的觉醒过来，有所改动。震动是必要的，恐惧也会随之而来，但这都只是考验，人类即将拉开蜕变的序章。随着我们慢慢迈向2032年，人类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，我们将开始看见真正的好转，看见许多美好的事物。许多人会在那时惊觉地发现，自己已不再是过去的自己。但因为有因果关系，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消除现实的业力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业力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业力，所以都会经历一些问题。现在所有的混乱与撕裂仅仅是序幕。当主持人问杜塔，当你说事情会变得复杂时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战争吗？是经济困境吗？是粮食短缺吗？是不安全感吗？是政治吗？是宗教吗？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？复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杜塔回答道，是的，基本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，不仅仅是因为一切都被腐蚀了。你所看到的每件小事，我们居住的地方，我们信仰事物的方式，我们的信仰体系，我们过去的方式，宗教已经把一切都束缚住了。我们实际上已经把宗教政治化了，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东西。由于目前战争的缘故，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，这再次降低了我们能量的频率。我们完全不需要这样做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切都源自于更大的图景。我们必须学会关注自身，改变自己，敞开心扉，建立连结，这就是一切的意义。他还提醒大家不要恐惧，恐惧只是我们思考的一种方式，我们需要看得更高更远。我们正在参与一场比自己更大的事件，而这背后有着更宏大的愿景，将最终在2032年迎来新的光明周期。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会像被推向新的命运轨道，无法再回到旧日的秩序。杜塔是一位天生且经过认证的灵媒，他曾用遥视能力协助 FBI 和英国警方处理过悬案。杜塔从小就具备超能力，能看见能量，感知亡魂，并在梦中游历世界各地，甚至可以显化事物。印度神童阿南德比杜塔的名气要大，他在一个访问节目中也预言2026年是文明大转折之年。看来啊，明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。阿南德表示，因为全球能量矩阵，土星与罗喉合相，象征旧时代崩坏，新纪元诞生。2026年是末法时代终章，也是黄金新世纪前奏。人类会遇到一些灾劫，但灾劫是灵性觉醒的契机。人们要回归自然，修复内心，迎接恒河之灯，照耀新纪元。在阿南德的预测中，
由于太阳的极端活动，洪灾、干旱、冰雹、地震、火山同时爆发，特别警告太平洋火环带恐怕会出现巨震。此外，天空或许会出现血红异象，象征地球能量失衡。阿南德警告说，这些都是地母的怒火与人类贪婪行为所触发的结果。关于地缘政治将持续动荡，美中关系恶化，南海冲突升温，西方秩序将出现衰退，而东方或许会成为全球精神复兴的中心，经济和金融市场也会波动，还要警惕全球物资短缺和粮荒的威胁。阿南德也提醒 AI 反噬的危机，警示人工智慧陷入灵性空洞，若人类过度依赖，智能体或将反制人类，成为新时代的最大挑战。阿南德以吠陀占星理论推演全球命运，他因准确预言新冠疫情而一战成名。虽然阿南德被誉为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，而且他过去讲过的预言屡屡命中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，所有的预言内容都只是供大家参考的方向，而不是对现实的必然预示。天道自有安排，我们所能做的是敬天顺势，修心积德，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。未来如何变化，最终仍掌握在我们的选择之中。让我们一起迎接新时代的到来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